大家听说了吗？现在结婚都不用户口本了，这招简直太绝了。整个新时代的婚姻模式已经大变样了，你可能还不知道现在的单身率有多么的夸张数据显示呢，中国25岁以上的未婚率已经高达 70.8%， 超过了70%而25岁到29岁的适婚青年呢，有一半以上也都没有结婚。更扎心的是，30岁以上的未婚率达到了 27.7%， 竟然还有1/3的人在单着。今年的上半年结婚登记只有343万对，比去年还少了50万对呢。粗略的算一算，过去10年间登记结婚的人数直接腰斩了。如果还不想办法，这种趋势就可怕的不得了，你知道吗？2022年呢，单身人口已经突破了 2.4 个亿，估计今年会飙升到3个亿，这个相当于一个美国的人口。而我国的人口呢，也连续2年已经负增长了。2022年的负增长是208万，出生人口比上年少了54万，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了 1.0 左右，全球主要经济体倒数第2，比日本还低，正在向韩国看齐。到了这种地步了，你真的就得出狠招了，否则我们真的是要进入超级老龄化、超级单身的社会了。过去的刺激政策呢，看来呢效果是有限的，所以现在直接来一个大招结婚不用户口本了，还取消了地域的限制。那你们说妙不妙呢？有人说这样是不是在鼓励年轻人冲动的去结婚呢？确实最起码不用找父母拿户口本了，一定程度上也方便了年轻人拍本就可以结婚。但是背后还有2个很重要的好处。第一，就是无声的封杀了那些天价彩礼。以前有很多情侣都是因为高价的彩礼搞不定丈母娘而他结不了婚。那现在呢，不需要掏1分钱，只要你们真心相爱，随时随地都可以领证。第二呢，就是推动公租房的进程。商品房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国家已经在大力的发展保障房和改善性住房。如果丈母娘还非要房要车的话，那你不是给自己添堵吗？所以呢，租房结婚会逐渐成为主流的。所有那些阻挡年轻人结婚的障碍都在被清除掉。新时代的婚姻已经正式进入了去丈母娘化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呢？大家说这是不是个好事儿？他不图你的钱，难道会图你的老吗？有些有钱的大哥真的挺悲哀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哥来找我50多岁快60了他就想找个30岁以下的姑娘，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姑娘最好呢感情经历少，长得漂亮，学历好，身材还得凹凸有致的那种，愿意多给她生孩子的，不在意对方的家境收入学历这些，只要他的思想比较简单就行。重点呢是一定不能太物质了。结果他近期相了20多个30岁以下的姑娘了，无一例外都跟他打听钱，打听财务甚至呢提过转账礼物什么的所以呢他说他一个都不满意他觉得现在的女孩怎么这么现实。那我也不太理解他你自己可以图女孩年轻漂亮，那年轻漂亮女孩就肯定图你的钱就不行吗？你都50多岁了嘛，你怎么用你的外在去吸引这些小姑娘呢？她不可能图你老，更不可能图你抠门对吧？那反过来说，就算真的有那种只图人不图物质的姑娘那人家既然图的是人，那为什么不找个年轻的男人呢？你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内在魅力和自身的能力来吸引这种小姑娘，你也说了你能接受他们花点钱，但是呢就不能接受那种只图钱的。那我说你想多了人家就是图你钱。你想想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你身边要是有个女同学嫁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离异男人，你会觉得你的女同学是图那个男人什么呢？这点事情你心里没点数吗？与金钱相比在这种年轻姑娘的眼里，你就是老了。不要太高估自己的人格魅力，好不好？大家说对不对？最近有个33岁的姑娘她来找我找对象嘛，那气场真是太强了。说自己的基本情况的时候，简直就是滔滔不绝说自己是博士学历，在金融行业干了几年已经挣到了好几百万。那后来呢，她又开始直播带货又财源滚滚。她这个人吧，财运确实挺旺的。总之呢，30多分钟的时间一直在强调自己如何挣的钱有多能干，有多有本事。那我呢确实也附和了他几句给人家点了好几个赞嘛。但是开始说到他的择偶要求的时候我一听又是来许愿的了。我真的都想以后在我这儿设个神龛等他们要许愿的时候呢，先拜一拜。
这姑娘说哈，她的要求不算高啊，就希望对方呢别挣的没她多。她现在1年200来万，这是她的底线了。男士在其他的方面都还好说，他顶多再看一看眼缘儿，也不用多帅哈，看着顺眼的就好。其次呢，情商高一点，婚后呢能把财务交给他管理。男人管理财务他觉得不放心嘛，而且自己现在年龄有点大了，生孩子呢可能也比较困难，就希望对方能够接受代孕，年龄相差大概5岁上下就行。那我听完之后我就想让他赶紧走哈，可是没有忍住哈，我又劝他了，我说那你觉得自己的颜值咋样啊？他说我的颜值吧一般吧。我说哈，就冲这一项啊，可能那些年入200万的男人就不会考虑你了，更何况你的年龄都30多岁了，他就比你大几岁啊，他完全可以找个25、6岁的小姑娘好不好？他找你的话，那图你啥呢？他挣的也不比你少啊。再说了，你的钱会拿给他用吗？你的房子会拿给他住吗？不会吧？你还是希望能用他的钱，对吧？能住他的房子，你的就还是你的，他的呢也是你的。所以人家图不到你的钱，那他还图你年纪大吗？还图你的颜值差吗？这个不现实啊。所以他听完了以后啊，非常不高兴啊，说你是不是没有这种资源啊？他非要看看资料哈。那人家还真的是眼光特别的好啊，就挑了10几个颜值能力都很好的男士。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哈，我就让他仔细看一看人家的择偶要求。这一回他真的傻眼了啊！这些30多岁的男士啊，年薪100万啊，要求都是找27岁以下的，甚至呢是00后啊。我还给他看了一些我们97后的一些姑娘的资料，00后的占了一半。这些优质的男生在相亲市场，人家都是在被抢的，不是在等你来挑他们的。醒醒吧，行吗？在北京哈，30多岁的那种高资产的创一代，像这样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到底有多高呢？你们这些女孩啊，根本就不知道。最近有个93年的女孩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聚会哈，认识了一位86年事业有成、资产很高的男士。2个人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聊到了一些需求的问题。这个女生呢，觉得自己学历很高啊，有聪明的头脑，配得上这位男士。可是经过这一番见面谈话之后呢，这个男士啊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后来呢，这位男士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类女性哈，向上社交的心态呢，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破圈。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呢，身边其实也不缺乏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相亲市场看看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颜值的基础之上呢，能遇到一个人品好、有内在修养和一个好的性格，包括教养，双商都在线的。最好呢，家世背景呢也不要太差的姑娘，不想找那种相差太大的。像这位女士这一类的哈，颜值其实很平平，年龄呢也太大了一点。她呢只有唯一的一个长板，就是读书读到了博士，但是呢就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吧。另外呢，她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优势，她说到一方面呢，自己是学历很好啊，以后可以教育好孩子。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其实关于教育孩子哈，我还真的不一定需要他来啊。现在的国际学校师资已经很好了。另外就是目前我的事业呢已经成功了，似乎我也不需要他怎么来帮助我吧。最后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他还是有那种穷人的思维。他并不了解我和我周围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天天都在聊什么，都在做什么。其实你作为老婆呢，确实也不需要参与进来，但是呢，差距确实太大了。首先他这个年纪啊，我就根本不想考虑的，我至少要3个孩子的，他的年纪根本不行，有碍于优生优育。最关键的点还是我们那天谈话2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浪费，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对于未来婚姻如何经营的，只听到了他要如何经营他自己，怎么挣钱哈，怎么变得优秀。那这些呢，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能对他说很抱歉了。你们看看哈，创一代的要求啊，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根本就不追你呢？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办了多场高端相亲局，就有些女生就来反馈了哈，说这些男士是不是因为很有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呢？只不过过来看看而已啊，加了微信也不聊天，也不主动，好像呢等着女生主动找他似的。
每次都加了好多人，真正聊得下去的，能再见面的，真的少之又少。有的女生加了好多微信哈，一个跟她聊天的都没有。她还很纳闷哈，既然不聊天，那加微信干什么呢？那这些男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呢？我干这行10几年了哈，接触过很多高端人士，特别是男性，就是这些优质的男人啊，他们身边其实根本就不缺乏美女的，只不过他们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人是非常挑剔的，他们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了你，那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去舔你的。本来相亲这种形式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摆在了明面上，他都知道你是冲他什么来的，那所以谁对谁啊也不可能有感觉。如果你还拿着那些平时普通的那些追你的男生那种舔口式的那种追求啊，就那样的标准你去衡量这些男人，那你就是在做梦。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男生啊，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哈，既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哦，人家能是缺心眼的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像你一样的美女。你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哈，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啊，舔你的，全部都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起的，条件也不太行的。所以你要记住了哈，别以为所有的男人他都需要舔你，条件越好他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去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都懒得伺候。所以啊，不要期待优秀男人既优秀还主动还舔你。再说了，你爱听不听啊，因为你不主动，有的是人主动的，你明白吗？北京的相亲市场真的是太卷了，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哈，这儿满大街都是人，随便一堆里边啊就有好几个是单身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单着哈又找不到对象呢？他们到底有多卷哈？比如一个有钱的大哥，不管你多么有钱，你要是想找一个小自己10几20岁的年轻漂亮女孩谈恋爱，可能有很多人都愿意，可是呢愿意真的跟你结婚的人啊就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啊，她也容易被年轻帅气的富二代看上呀。年轻又多金的男人，那肯定比年龄大的多金的大叔啊要有吸引力一些的。这个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只能死在沙滩上了嘛，这不就是被卷了吗？还有一些女生哈，长得很漂亮，她也很难结婚，特别是那种学历家境个人能力都不怎么好的，但是呢这个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想法却挥之不去。他们往往就是很不甘心，长期被有钱男人短择，自己还弄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环境啊，有的是长得漂亮的女人，人家家境还好，学历也很好，工作能力还很强，精神还很独立，这样的女生分分钟就卷死你了。相亲市场就是个社会的缩影，你有钱有比你更有钱的，你学历好有比你学历更好的，你有颜值有比你颜值更好的，你的家境好也有比你家境更好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看上的呢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呢你看不上。现在连00后都来卷了，他们一到位，那些大姐姐们基本就要靠边站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来，大家到评论区发表一下看法呢。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现在我就分享几点给你们哈，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在婚姻的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个女人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就来分一杯羹；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呢，她很有可能就跟你离婚了，分走你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一个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面对这种女人哈，给你人生雪上加霜，没有人受得了的。其实呢，判断这一点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你要破产了。如果她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的女人，那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掉她的时间的，这种女人坚决不能要的。第二种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她永远不会去跟你沟通的，总是让你猜。这种女人真的特别累哈，你就想一想啊，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她就算是跟你结了婚，也会动不动拿离婚威胁你的。你就要不断的用挽留来证明你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哈，只要你们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啊，然后呢把男人的耐心都磨光耗尽，你们的感情也就磨完了啊，完蛋了就。第三种女人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她特别的情绪化，一句话说不对就翻脸了，那翻脸比翻书都快。
上一秒他可能还兴高采烈的，结果下一秒呢，就可以跟你干仗了。在他的认知里，男人就是得顺着他，让着他，一切都要以他为中心，那才叫男人，那才叫爱他。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呢，你就等着哈，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吧，弄不好呢，1哭2闹3上吊。如果你们还有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第4种呢，公主病哈，现在太多这样的女生了，哪怕到了40岁，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她啊，一切都得围着她转才行。她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除此之外哈，还得会干家务，会哄她。人家只能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妇，一个男人娶了她呀，那就是娶了个祖宗回家，你得伺候好啊，动不动就是那句话，我得给你生孩子，你不得对我好点吗？你要跟他结了婚啊，那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所以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就看看这几点绝对不耽误你完美避雷，认可的给个小红心再走吧。有女生问我说现在的男生谈恋爱真的是越来越不主动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人家男生不是不主动，如果你是个外貌很出众的女孩，只要你给男生一点点暗示他一定会不管不顾的来追你的。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女生谈恋爱，她们都怎么在谈？有的吧，一上来就跟人家说要多少彩礼；有的吧，一见面就要求男生给她送礼物；有的吧，交往3个月了还不肯承认人家是男朋友；还更有甚者交往好几个月了，连手都不让碰一下的。你们一边在索取人家的付出，一边又把可得性降到了最低。不管你长得有多美，相处过程当中，男人都会不断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如果他得出的结论很低，甚至为0的话，那男人很快就放弃你了。有的女生她那个朋友圈真是没法看的，不是在夜店蹦迪就是各种奢华旅游、网红打卡点，要么就是各种秀奢侈品晒。话说人家那些高级名媛背个爱马仕，那是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你背个爱马仕那就叫奢侈品。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有什么好晒的？不过是暴露自己的贫穷罢了。嘴上喊着要嫁人，找个正经人结婚，自己呢天天晒着袒胸露背的自拍伸着大长腿。我真没觉得你这样能吸引到什么正经男人。而一个普通男人，如果自己就是一个996打工人的话，每天除了吃饭他就得攒钱买房，基本上以上这种女生对他们而言完全就是没有可得性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对你主动的。就算那种有钱的大佬，他也看不上你这一类的，你信不信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当男生呢对这些女生表示好感的时候，女生总是反应平平，一聊天就反复终结话题，你没有表现出丝毫对这个男生的好感和兴趣，那人家男人又不是傻子，不管你是装矜持还是假慢热或者你真是没看上，那男生都会立马给你贴上可得性极低的一个标签嘛。所以然后他自然就会把你搁一边去了。这个就是为啥经常有女生说，怎么男人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呢？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活泼的女孩她极其受欢迎，甚至呢有的时候可以压倒那些长相身材都非常出众的女孩。这种女生很少出现在相亲市场的就算她出现了，她的成功率也非常的高。你们是不是该向人家学习学习呢？大家说呢？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你一跟他提到这个结婚找对象男女那点事儿，他们真的互相特别排斥，谁都看不上谁。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女生现在有一波这样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的。明明自己出生在很普通的家庭，颜值呢也是一般般，普普通通的学历，也普普通通的工作，工资呢也就勉强养活自己。但是就是这样的她们却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大脑，满脑子都是男朋友是什么标准，1.8米的身高，有房有车有存款，最好全款买的房没贷款，年薪必须得50万以上，结婚后不用去上班，老公养着自己就好了，至于孩子嘛交给公婆带。他们天天的被这些电视剧严重洗脑了，整天就幻想着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桥段。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呢，他就免谈。抱着这种思想的女生，将来估计有一大批的大龄剩女根本就嫁不出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作的。为啥呢？你也不想想，就房子这一项
同年龄阶段的男生有几个能靠自己的收入买全款的房子？别说是在北京、上海这种1线城市，就是在2线城市也是不容易实现的。那就这一条已经排除掉一大半的男生了，对吧？你再加上你还要求年收入50万以上这个条件，那咱想想，有几个30岁以下的男生能够达到年薪50万呢？毕竟还是凤毛麟角的一些人。那这种条件的人，他是稀缺的呀。他是缺媳妇儿还是缺智商啊？他们找对象啊，也会看对方的条件的。那你说，如果人家找你，那喜欢你什么嘛？喜欢你不会做家务啊，还是喜欢你工资只有3500啊？咱们有些小姐妹啊，你想让这样的男生选择你，那你得在女生当中是个佼佼者啊，不论你的颜值、学历还是家境都得跟得上啊。还有甚者啊，想找资产过亿的男人，那这些女生天天你真的做梦吧？你也不想想，财富积累也是需要时间的，暴发户啊毕竟是少数的，那资产过亿的男人年龄必然是不小了。大叔们啊，要么都是已婚人士了，他们的媳妇儿难道不是从花季少女的时候陪着大叔一起白手起家创业的吗？哪有那么多的不劳而获？这样的女生啊，你呀好好想想吧啊！霸道总裁爱上傻白甜这样的桥段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